想象一下，如果你30岁单身，住父母家，没有房贷的压力，工作了几年，又存了一笔钱，刚好可以买一套私宅，这时候你要怎么运用这笔钱？我想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应该就是哇，天哪，太好了，我终于可以自己买一套房子。因为毕竟在新加坡嘛，你可以拥有一套私宅，感觉就是很成功的一个象征。这时候问题就来了，买私宅是不是这笔钱最好的归宿，还是去做其他的投资项目，像是 REITs， 也就是房地产投资信托会比较妥当呢？理财有门道，投资有秘招，欢迎来到理财万事通。你好，我是 Andrew 静和。你好，我是萧子慧。今天很荣幸邀请 Money Hour 执行总裁兼投资总监黄君婷来到节目。大家好。财务顾问公司 Money Hour 是淡马锡信托旗下的一家金融咨询公司兼社会企业，主要是提供理财教育。那首先我想请君婷来分享一下，就是以你过往的经验来看，我们说30多岁左右的人，他们最常遇到的理财问题是什么？有哪一些？那古人说30而立嘛，就到了30岁就要自己站起来。站起来呢，对新加坡人来说呢，就是理财方面有几个重大的决定。排第一位的毫无疑问就是住房。那这个年纪的人呢，都想成家。那根据这社会及家庭发展部2025年的家庭趋势报告，新加坡人初婚年龄的中位数，女性为29.6岁，男性31.1岁，就恰好就是30岁左右。我们也知道很多人现在选择单身，他们也会想到这个住宿的问题，因为30岁的单身人士是不可以买政府组屋的，你要等到35岁才可以买政府组屋。所以你不要跟爸爸妈妈住的话呢，你就要考虑租房，不是的话就要买私宅。那第一个30岁年轻人的大烦恼就是生活费，通货膨胀，用车证上涨啦，这个霍尔木斯海峡局势影响能源价格，也有对整体的物价的连锁冲击。所以住房、生活费两个都是让年轻人最困扰的问题。长远退休规划偶尔会聊到，在脑后会想到，可是眼前的压力呢，通常就把他们压过去了。这个年龄层的一些群体，他们就可能考虑说，我们住宿我是不是要买房？那通常他们是会买房地产还是投资的人会比较多呢？为什么？大多数是先考虑买屋子，就是住宿问题嘛，自己的家，就像你所说的。但我们亚洲人呢，也是比较偏爱房地产这种实质的资产，不想那些纸质的金融工具，除非是可以发横财去炒股票，不是的话就不是很投入。每一季度呢，金管局就会发布这个住户资产负债表。那根据这个他们的负债表的家庭净资产的百分比呢，有48%是住宅房产，公积金占另外的20%，就是净资产的20%，股票基金只占了12.6%。所以新加坡是富有的国家，新加坡人的财富大部分是集中在房地产还有公积金里，投资金融产品呢相对的比较少。但是我们也看到现在有比较多的年轻人甚至中年人也会开始要有对投资有兴趣。但是数字平台它降低了这个门槛，也增加了这个方便。因为我看社交媒体，可能我的刻板印象是年轻人会比较想要投资，而不一定是买个房子，因为可能钱不够，又或者说投资可能比较快，加密货币啊，还是什么热门股啊。如果我们就举例来说好了，30岁单身，因为我们单身就可以买私宅嘛，还有一笔钱，他应该去投资私宅，以投资的角度，还是去买股票，或者是房地产投资信托 REITs。 所以我会先问这位年轻人说，你真的是不要买 BTO 吗？你有没有说要成婚的这个意念？30岁单身很难说很难说对，是很难说。因为你如果要保留这个买政府组屋，尤其是 BTO 预购组屋的这个选项的话，这样你就可能要延迟一点。
对吗？因为如果你买了这个私宅的话，你要卖掉，然后要等好像30个月才可以再去买，不然就有 ABSD 啊。如果你买私宅，你不可以再去买BTO， 你可以有还 ABSD 去买私宅，反过来就不可以。当然，如果你是说你的收入已经超过了这个买主屋的那个颈线，或你真的不想保留这个选择的话，那就我们进入这个买私宅还是投资的问题。那我的答案是2个都做，买一套你能够负担起的房子作为住宿，然后同时确保每个月还有足够的钱去做投资。为什么要拥有自己的住房呢？因为住宿不只是金融工具，不只是投资的资产，而是生活的必需品。你不买你就要租，可是租金可以涨很多，你又任这个房东去摆布。所以我们说，你租房是房产通胀的受害者，你买房你就是受益者。所以什么叫负担得起呢？因为不是说真的要买的最大的房子、最贵的房子，要负担得起的房子有2个测试。第一呢，你把这个紧急储备金从你的储蓄里掏出来，剩下的才考虑用来做首付和买房的费用。所以请确保有6到9个月支出的紧急储备金，以防失业等等。那然后第2个测试是每个月性的测试，每个月你付完月供，你有没有空间应对利率上涨？然后还能不能定期的储蓄和投资？如果你没有留下任何的缓冲空间，没有任何给投资、保险或紧急需要的余地，那是一个错误。那这个顶线是什么呢？这个顶线我们是说你的总债的偿还额，就是说你全部的每个月要供汽车啦、供房贷加起来不要超过收入的35%，这样你就可以有这个缓冲的空间，还有投资的空间。我在想说，哇，又买房产又投资，但我明白你说的，就是你不要买房产然后全部掏空，每个月吃粥，然后你没有钱去投资了。对，所以真的是要事先做一些理财规划。对，但投资不一定说要很大笔钱去投资，最重要的是你定期投资，而且你要坚持投资。那如果我们是投资，我们是要看回报率。如果2者之间我们相比的话，房产的回报率跟可能股票市场或者是 REITs， 我们要怎样看待2者之间的这个回报呢？我们可以看一下数据。如果是说10年的历史回报的话，房产就是差不多4%点多吧 ，REITs 有5%，可是这没有加入投资房产的费用杠杆作用和有费用，这2个我觉得是挺靠近的。可是如果你看一下全球股票市场的回报率，就有11.4%，就是年化回报率，就是说10年它每年平均的年化回报率就11.4%。所以就算你加入了这个杠杆作用，我看也是会比投资全球股票的低。那我们新加坡股票呢，这个期间也不错，有10%点多。因为这10年来股票市场算是不错的，但不一定接下来的10年都会有同样的回报率。对，也有这个考虑。其实投资我们是有几个原则，可能有3大原则吧。第一是要有低收费，第2呢就要全球分散化，第3我们讲到的要坚持并定期投资。那在这3方面呢，你说房地产跟股票之间比呢，其实股票是做的比较好的低收费我们都很了解嘛，你每付出1个百分点的收费，你就少赚1个百分点，而且还要加上这个复利的作用，复利下来就差距很大。那为什么要全球分散呢？为什么也不要说只集中房地产还是只集中 REIT 呢？因为你买股票你在买什么呢？买股票你是成为公司的股东，那有些公司做得好，有些公司做得不好，甚至会倒闭。那国家呢，有时候强，有些会弱，你长期来看谁是赢家我们也不知道。
但有一件事我们是知道的，是全球的人类整体上会一直进步，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的不会减少，不会消失，所以我们投资整个世界的商业，就会有持续增长的这个效应。所以呢，你就整个股市从长期来看，不论跌了多少，都会恢复并上涨的原因。那这长期上涨要注意啊，不是某个股票，也不是某个行业，也不是某个国家。那你要选股，你要选行业，你要选择买卖时间是非常难的，连专业的基金经理也做不到。你不如就选择投资一个很简单的追踪一个国际指数的那种基金。现在新加坡有啊。现在金峰以前好像我们说这个 MSCI 全球All Country World 的 Equities Index 这个指数，现在追踪这个指数的基金也有，你可以上那个 Money Hour 的平台去看，找它的个别名称，投资要适合你个人的情况、个人的风险承担度。如果你正在考虑是否要投资 REITs 还是投资房产，或者是对于今天的话题有任何想法，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我们期待听到你的理财经历和困惑。那我们说到投资 REITs 这方面，会有什么投资误区吗？或者是它有什么隐藏的成本我们需要去注意的呢？通常我们是比这房地产的费用是比较简单一点啦，因为房地产有很多很多费用啊，你要维持的费用啊，你还经纪的费用，你还那个额外的买家印花税啊，还有卖家可能也有印花税等等啊。可是在 REITs 呢，通常是管理费吧。管理费呢是在它的结构里面的一个管理费，因为管理 REIT 就是说你要决定买哪些资产，你要在做什么的装修等等，那是管理。那这可能是相当的高的，每年是2%还是3%，可是它是在结构里面的一个管理费。而有一些呢，可能表现好呢，就有一个好像奖励费，那 performance fee， 这是在加上去的。当然你在市场买的话，就有经纪费啊，还是平台费，所以你要跟这个分散投资的那些指数基金比较下，这后者呢，其实它的长期表现较好。刚才我们看到的，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费用很低，因为你自己动手呢，你的成本可以低到是每年0.1%的费用，所以这个成本差距呢，复利下来就在这个你的回报里面展现。那要怎么降低这个成本呢？降低成本，我就是说，如果简单的找这些比较综合性的、被动性的基金来做投资的话，就比较低。很多人会拿投资 REITs 跟投资房产来做比较，但其实我觉得两者之间差太多了。我觉得投资 REITs 的心态可能是比较接近会买dividend stocks，有发股息的一些股票，那个感觉那心态比较接近。所以什么样的性格或者是理财观念比较适合哪一种投资？就是房产啊，或者是 REITs。很多人是喜欢房地产，像他们觉得 REIT 是好像就好像做房东嘛，只是费用不是很高，可以有这个分红还是这个股息，确实有一点相同，好像底层的资产都是房地产啊，你收分红就好像收租金，可是好像你所说的其实有几个重大的区别。第一呢，是房地产信托主要不是买住宅私宅，他买的是有工业啦，有商业，有零售，有招待业，这些他们对经济上各种因素的影响的反应是不同的。然后第二呢，是房地产信托是上市证券嘛，所以它有受市场波动的价格的影响，而且好像利率如果主要是影响这个价格的一个因素，那房地产信托利率一旦上升，它的价格就马上打下来，而且不是一定需要利率上升，只要市场预期利率会上升就会变。有很多人喜欢股息，那是有这种心态可以了解，可是可以容易搞错的地方就是这个，你的股息
并不等于你的回报。好像你的分红 REIT 分出来5%和6%，好像是很可观，可是那不是总回报，你不是赚到了5%还是6%，你的总回报是分红加上你的单位价格的涨还是跌。如果价格下跌，就算你收到了这个股息，总回报还是低的很多。那不可以不管它呢？我们说坚持投资，对吗？不要管它的波动就坚持，可是不能像全球化基金这样去做 REIT 的投资。为什么呢？第一是分红它不是保证的，可以被削减，可以甚至全部停止，完全停止。而且有时候它的分配呢是从你自己的资本来返还给你，不是真正的收入。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这只是一个行业，对吗？一个房地产的行业，所以你有这个集中的风险，不像你投资全球股票那样，所以你的资产都掌握在几家公司里面，有看不见的很多风险。所以我们是觉得你要投资 REIT 是可以的，你喜欢股息可以投资 REIT， 可是要做投资的组合的一部分，不要是全部。君婷有提到利率，所以我们在投资无论是 REIT 也好还是房产也好，我们要考虑到大环境，利率啊、租金啊、买气啊，还有一些政策的因素啊等等，这些我们要怎么从这些宏观的因素来判断如何更好的投资 REIT 或者是房产呢？其实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你就讲利率吧，利率你可以肯定的说下一季度会上还是下一季度会跌呢？因为可能通货膨胀也会回来。投资房产尤其是私宅，当然有很多这个政策的因素。我可以说政策和经济因素可能还比这个利率的影响更大更有利。就好我们讲到的那个 ABSD，它的成本就增加了很多。我们说这个借贷的价值率，就是你的 LTV 对吗？能借多少？你的总偿还的率要那这些测试，所以对这个负担能力呢是很大的影响的。所以政府政策呢，当然是要平衡这市场的需要，还有我们国人的需要，尤其是好像30岁刚刚要出来买自己的第一套房子的时候，他们要政府当然要保护和支持人们。所以我们买房地产买 REIT 通常是一个经济一个国家一个行业的风险。我们要这么集中吗？还是可以再分散化一点？那其实刚刚君婷说到，就是以你来看，就是最好是两者可以并行，就是说买一个适合你自己的负担得起的房子，同时也可以投资。但是如果说因为毕竟可能有一些群体他们的资金可能有限嘛，那你怎么看？可能就是说我是不是可能要2选1的话，要怎么办？不会到那个地步，因为我们每次想到投资说我要一大笔钱要怎么去分配，我不是说把你这个分配的钱这样去分配，那笔钱可以去先买房，可是也不要说先买房后投资，我是说先买房，同时就算是每个月只有一点是50块钱100块钱也拿去投资。因为如果你真的剩下每个月没有剩下钱来做这样的投资的话，那你可能是借贷太多。对。而且我还要说，可能不只是两者件事，如果可以的话，还可以做第三的，就是退休规划，考虑把一点钱就填补公积金，那里没有波动的，可是也是没有流动性。访谈下来，就是你提到了很多的一些成本考虑啦等等的因素，那你有没有一个比较简短的总结，就是来如果说我们的观众是想要投资又想要买房产的忠告啊，还是什么的？理财啊不是数学题，你不要仅看回报，它是帮助你过上有意义的生活，所以让你的生活目标引导你的投资选择，不要反过来。要有耐心，不要去贪心。你追捷径呢，要横财啊，那代价通常是很大的。我们要谢谢 Money Hour 执行总裁兼投资总监君婷来到节目，和我们分享投资 REITs 跟投资房产之间的一些风险还有回报。谢谢你，君婷。谢谢大家。
君婷今天分享的内容，让我们对于投资房产或者是投资 REITs 有更多的想法。如果你对今天的话题有任何的看法，也欢迎留言分享给我们知道。欢迎点赞、分享，还有订阅理财万事通，让我们陪伴你的财富之路。下期见。理财万事通内容仅供参考，不构成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请咨询专业顾问。节目可以在 YouTube、Spotify、Apple 和早报找到。欢迎点赞、分享我们的内容，并开启通知，这样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最新更新。本期节目主持詹敬和、肖子慧，编导李怡倩。今天的播客在新报业媒体 Studio Plus 65录制。理财万事通可以在联合早报以及各大播客平台收听。欢迎你订阅、点赞、分享。